那么今天上午要聊的这个第二个品种是美国的纳斯达克指数啊，同样它也是来自于咱们的会员约稿。这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的一个月线图，从月线图当前的走势来看，在上一个月纳指再次创出了新高，说明此次上涨的牛市啊，长期趋势还是没有任何改变。但是我们通过波浪结构的分析，其实它当前的创出新高以来，它已经是步入到了这个风险区。具体是什么样一个风险区？下来我们从波浪理论的角度来具体聊一聊当前所处的位置，以及上方潜在的这个压力目标在哪里。从整体指数来看啊，前期的上涨是已经走出了一个这个一浪，月线级别的大一浪，以及回撤的大二浪，一浪、二浪。那么当前我们就要关注一下这个二浪所用的时间。二浪的起点是位于4816，低点是位于795。这次大二浪的运行整整是运行走了31个月啊，31个月。那从795往上看，这个上涨途中也出现了另外一次较大级别的调整。那这次调整我们先看一下它的用时，用了11个月。那按照以往我来讲解这个二浪和四浪的时间比例关系的时候，那么当时说过，四浪的调整时间大致是等于或大于二浪。那从这里的时间调整来看，那明显它是小于上一次大二浪所用时的31个月。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当前这个11个月的调整，它并不是四浪调整啊，排除掉了。它应该是从二浪起始到现在为止当中，这个三浪当中的次级别啊，或者说是三浪四的调整。那通过时间跨度我们已经排除了，那当前我们只要划分一下795到目前为止这波三浪上涨的一个内部形态以及结构。此处是三浪一、三浪二、三浪三、三浪四，当前是处于三浪五当中。这一个阶段的走势我们用紫色段来表示。同时呢，我们看一下每一处的一个标识，31、32、33，此处是34。当前我们是处于这个35当中啊，三浪五当中。为了印证这一处是三浪四调整，我们再看一下三浪二的调整，它所需要的一个时间。可以看到这个三浪二调整用时大致是用了13个月，三浪四是用了11个月。那两者相对来说，这两处的调整时间是比较匹配的。那从当前的月线我们也已经梳理出来，目前我们是处于三浪最后一个子浪三浪五当中。那下来我们就是缩小周期，从更短的周期来分析一下目前处于三浪五当中的哪一些次级别的一个走势。那咱们分析的大类主要是美股、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原油。如果大家有好的品种，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当中有好的品种、好的形态啊，结构清晰的，那么我会用视频的形式分享给大家。同时，如果我觉得这个品种到了风险区的话，同样我也会以视频的形式来提示大家。好，下来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来具体看一看这次三浪五上涨的一个内部结构形态。从三浪五当前的这个整体走势来看啊，它的次级别形态它也是发生了一些延长浪的变化吧。好，这是从三浪四的低点啊，截止到目前三浪五运行的一个结构。这当中啊，此处它应该是一个子浪一，调整走出了一个子浪二，这一阶段应该是子浪三，当中也是走出了一个延长特征。这一阶段子浪三可以看作是1、2、3、4、5、6、7、8、9啊，整整走了9波，从常规的5波形态走出了9波推动，这是子浪三。这一处的深幅调整啊，它是一个子浪四，并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子浪四的调整，它的回撤幅度也是非常的充分。这里我们借鉴一下黄金分割，可以看到这一次调整是基本上是回落靠近了黄金分割 0.5 一线的支撑，也就是16460附近。好，既然现在纳指上方并没有一个可据参考的历史点位，那这里我们只能通过波浪尺去测算一下当前上方潜在的压力目标在哪里。通过这个周线级别的波浪尺
我们就可以看到上方最近的压力是位于这个618倍啊，也就是23680，以及这个1倍的这样一个位置是位于28090周线压力。以上两个位置，这就是从周线上通过波浪尺的测算得出的潜在的目标压力，也有可能是它中长期的一个结束位置啊，结束位置。那下来我们再翻过这个月线图，再次看一下，通过月线我们如何去得出上方的一个压力目标在哪里。通过月线我们主要是要测算3浪3和3浪5的一个比例关系，可以看到1倍的距离大致是位于26180，这是月线级别的压力啊，或者说是通过月线的波浪尺我们得出的压力。那通过之前的这一系列的结构划分包括形态分析，那么波浪尺的测算，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后期上方重点关注3个位置，23680、26180以及最后一个28090，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压力目标。那对于当前的走势来看，距离最近的压力目标在23680当前这个位置可能大概就是800点的一个空间。所以说如果换作是我个人的话，后期整体走势这个3浪5当中的子浪5的上涨，它上破了23680那我就会默认为它已经进入到一个高风险区域了。当然可能美国的经济政策它出台一些经济利好政策那也有可能是加速这个走势，有可能。但是现在目前不得而知，我们只能说是跟随这个多头趋势上看以上这些目标位。好，这是我们通过周线和月线得出的压力目标。那最后我们再通过天图来看一看更小级别的周期它运行在什么位置。当前日线图当中这个低点是16540，此处就是这个3浪5当中的子浪4的一个所谓的低点子浪4的一个调整低点。那从这16540往上的话，那么它当前也是进入到子浪5当中。那么从整体的结构来看，我们也要看一下1、2，大概率当前这个3没有走完后期可能还会有一个日线级别的4，再向上走出一个日线级别的5，来完成这个全部的走势那么我们这里可以把它子浪5当中可以再次去细分，那就是这一级别的可以认为它是一个微浪1，短期的调整这是微2，当前大概率是处于微浪3当中，后期面临可能也会有一个微4的调整，还会有最后一波上涨微浪5。同样这里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波浪尺来测算一下这个微浪3的上行目标在哪里，它主要是通过微浪1和微浪3的一个比例关系。那么可以通过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位置2.382倍的24000，和之前我们所说的第一个位置是基本上重叠的。所以短期这个微浪3我们先关注这个周线级别的这个23680，以及日线级别的这个压力24000整，看看此处会不会出现日线级别的顶分星或十字星，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撤微浪4，然后等这个微浪4调整结束之后，再考虑往上做这个微浪5。那下来我们就是找到这个日线级别的支撑在哪里。同样我们划分一下黄金分割，先借鉴这个预期高点，比如说是在23680。那通过日线的黄金分割，那么我们就看到了下方支撑主要是集中在 0.382 到 0.236 这个区域，看看后期这个调整能否调到日线级别的这个支撑区域，然后回踩结束之后再次走出最后一个整体的 V5。 但是通过月线的整体走势，我们还是要强调目前是处于这个长期牛市当中的这个大3浪的最后的时刻了。所以此处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不建议过分的看涨，甚至于说当前的走势只剩下这个鱼尾行情。同时通过纳斯达克的整体波浪结构形态，我们也就知道了目前美国股市它是处于一个高风险区域的，可能未来的1-2年之内，等这个3浪5全部运行完毕，那么将会面临
跟上一次大二浪一样，为期3到5年的一个中长期的一个回撤调整，并且它这个幅度是非常的大。好，今天上午咱们关于这个纳斯达克中长期的波浪结构形态分析到此结束。那么如果大家有好的品种，可以继续给咱们分享。同时我要提醒一下咱们这些社群约稿的朋友啊，除了你在留言区留言一下，也希望你能私信给我，在私信里面再说一下你所关注的这些品种。那么咱们后期通过分析的话，把这些品种以视频的形式展示出来。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